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丁禹兮古装造型又巨抛了。近年来，随着古装剧市场的不断升温，新一代年轻演员纷纷涌现，争相在各类角色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标签。而90后演员丁禹兮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从传闻中的陈芊芊一举成名，到《春闺梦里人》展现演技层次，再到最新官宣的权谋爱情大剧《花开锦绣》，他几乎凭一己之力走出了一条巨抛脸的古装男神路线。每一次新造型的亮相都能引发观众热议，每一个新角色的诠释仿佛都在刷新人们对丁禹兮3个字的认知。所谓巨抛脸，一指演员能在不同角色之间迅速切换，每个角色都拥有独立鲜明的形象特征，而非千篇一律的本色出演。丁禹兮之所以被誉为巨抛脸，正是因为他在每部古装剧中都能打造出焕然一新的角色感受，不仅造型各异，气质也随之发生质的变化。这种表演的可塑性是很多同龄演员难以做到的，也因此他成为了近年来古装剧领域中极具辨识度与潜力的男演员之一。以刚刚官宣的《花开锦绣》为例，该剧改编自知名网络文学 IP， 融合家仇国恨与儿女情长的剧情设定，备受粉丝期待。在公布的定妆照中，丁禹兮身着一袭靛青长袍，辅以银线暗纹，束发高冠，眼神沉静而疏离，整体造型透露出一股清冷孤傲之气。据官方设定，他此次饰演的是出身名门、家族没落却隐忍复仇的青年世子，一个集优雅与锋利于一身的复杂角色。与他过去塑造的温润书生或硬朗将军形象截然不同，这种形象上的颠覆感成为最大看点。回顾丁禹兮的古装履历，不难发现他的每一次角色选择都有极强的辨识度与风格感。从传闻中的陈芊芊中的白衣太学少卿韩硕，到《春闺梦里人》中的戎装将军宁军，从翩翩君子到桀骜战士，他不只是换了一身衣服，更是换了一副骨架，一种神情，一种性格。在《春闺梦里人》中，他通过略显粗粝的造型与眼神中的狠劲，成功构建出一个有血有肉的铁血将军。这种从形象到神韵的彻底转变，正是巨抛脸的关键所在。业内不少造型指导与表演教练都指出，丁禹兮的巨抛脸并非仅靠外貌，而是源于他对角色的高度共情与自我风格的不断重塑。他的五官立体度适中，骨香流畅，额头宽阔，下颌紧致，非常适合驾驭各种发冠、鬓角与面部妆容。而他182厘米的挺拔身材又能让各种古装剪裁发挥最佳效果。然而真正使角色鲜活的是他对细节的敏感与表达力，从眼神、唇角到站姿、步态，他善于运用不同的微表情与肢体语言，完成角色从形似到神似的升华。花开锦绣的造型团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为了更好地还原小说中角色的心理深度，他们与丁禹兮进行了多次沟通与造型测试。例如他所佩戴的玉冠为仿古定制，加入轻微做旧与裂纹，象征家族的衰败与人物心境的压抑。服装则选用了真丝绡与云纹缎面料，经过特殊调光处理，在不同灯光下呈现出冷暖交错的质感，强化情绪渲染。这种在视觉语言上的创新尝试，与丁禹兮注重细节、强调角色完整性的表演理念不谋而合。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如今丁禹兮的古装形象被赞誉为封神，但他也并非一开始就如此顺利。早期参演的现代题材剧《8分钟的温暖》便曾因造型与气质不匹配被质疑辨识度不足。也因此他开始反思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定位。据经纪人透露，从那之后，
每接一部新戏前，丁禹兮都会亲自参与角色分析、造型试镜，甚至会在开拍前专门学习古代礼仪、步伐仪态、兵器武技，以求真正做到人戏合一。在花开锦绣的拍摄过程中，丁禹兮还主动要求提前到片场练剑，每天清晨6点练功3个小时，确保打戏时动作流畅、力度到位。动作指导曾透露，他从不满足于替身完成大部分动作，哪怕是一场转身拔剑的镜头，也会重复拍上10几次，只为找到最精准的节奏与眼神。这种对细节的极致追求，使得他塑造的每个角色都具有可信度与冲击力，也让观众在每次换脸中获得新鲜感与信任感。当下古装剧市场虽热度不减，但同质化现象却愈发严重，尤其是在造型设计上，大量剧集难以跳出发式重叠、衣服撞款的审美疲劳。而丁禹兮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正在于他不断追求突破，拒绝重复。他不刻意打造完美偶像人设，反而愿意在荧幕上呈现角色的缺憾与复杂。在花开锦绣中，他还特地要求化妆团队不要过度修饰眉形，保留一点真实的粗糙感，以契合人物长期隐忍与仇恨交织的情绪状态。这种反精致的选择，反倒更显高级。从观众反馈来看，丁禹兮的巨抛脸路线正在形成强烈的品牌印记。根据某影视数据平台统计，他主演的古装剧平均豆瓣评分达 7.5 分以上，超过 85% 的受访观众认为每一部剧都看不出上一个角色的影子。这种罕见的观感分离力，让他在年轻演员中建立起独特的信任度与期待值。甚至有网友调侃，他不是换剧换角色，而是换了灵魂。花开锦绣作为他挑战心理复杂角色的重要一战，有望成为其古装事业的又一里程碑。制作方也透露，该剧在后期制作方面将采用电影级调色技术，通过冷暖色温变换，体现人物心境起伏，同时辅以中轴式运镜与长镜头调度，增强视听沉浸感。这意味着丁禹兮的表演将接受更细腻的特写捕捉，也需要更强的稳定性与张力。这无疑是对他演技与形象的一次综合考验。纵观丁禹兮的古装成长之路，从初出茅庐到如今稳扎稳打，他始终坚持用角色说话的理念。在流量至上的娱乐环境中，他没有选择一条捷径，而是一步一个脚印，打磨作品，打磨人物，打磨自己。如某导演所言，他不是在演古装剧，而是在用古装剧讲自己的成长故事。或许也正因如此，面对网友玩笑式的调侃为什么不配备男保镖，真正的答案其实并不复杂。因为他不需要靠外力保护什么，他的每一个新角色正是最坚实的盔甲，而每一位认可他的观众都是他在时代浪潮中最坚定的同行者。